他绝对是世界上最嚣张的守门员，但却也是最会扑点球的门将。所有门将梦寐以求的世界杯金手套，他竟然拿来这样庆祝。点球大战的时候狂喷垃圾话，扑出点球后的抖肩庆祝；美洲杯半决赛扑出3球，世界杯赢下2场点球大战，用一次不可思议的封堵拯救了阿根廷，帮助阿根廷拿下世界杯，在俱乐部帮助阿斯顿维拉杀进欧冠。32岁的他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上最好的门将之一。但是在这之前，他可是有10年的时间颠沛流离，被租借到低级别联赛，根本得不到上场机会。第一次踢国家队比赛的时候已经28岁了。人们注意到他的嚣张狂妄，却忽略了他场上暖心的画面；注意到他精彩的扑救，却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努力。我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阿根廷，让我们跟着这一句话进入他的生涯，进入他努力背后的故事，进入他每一次精彩的扑救。今天就让我们聊聊帮助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的门神，球迷口中的大马丁——埃米利亚诺·马丁内斯。马丁内斯于1992年出生在阿根廷的沿海城市马德普拉塔，和很多的南美球星一样，都是家境贫困，但是热爱足球。马丁内斯也是因为每天和哥哥比赛，发现在球门前把哥哥的射门守住真的很过瘾，所以才燃起了当门将的兴趣。为了赚钱帮助家里，他从小就以踢职业足球当作目标。在10岁的时候，试训过阿根廷2大俱乐部河床和博卡青年，但最后还是加入了阿圭罗的母队独立竞技俱乐部，并很快地打出名气，入选阿根廷青年队。可以说，马丁内斯的生涯都是和点球息息相关。当时他作为主力门将，代表阿根廷参加 U17世青赛，和巴西队的比赛进行到点球大战。当时在现场观赛的阿森纳球探就说，如果他扑出点球的话，就把他签进球队。结果马丁内斯真的成功扑救，虽然阿根廷最后输掉了比赛，但是他的能力却被阿森纳看中，以150万欧元的转会费签下了马丁内斯。当时他只有16岁，就要一个人前往欧洲独自生活，就连爸妈都希望他再考虑一下。但想到家里的经济环境，想到家人有时候因为钱而暗自哭泣，他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，我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阿根廷。于是告别了故乡，加入北伦敦的阿森纳。16岁那年，独自来到英国。他不会讲英语，也没有朋友，只能每个晚上寂寞地度过。虽然过得辛苦，但是他怀抱梦想，依然坚持着。16岁就进入英超豪门，可惜这不是一个天才门将的故事。当时阿森纳的主力门将是波兰的什琴斯尼，而豪门球队的门将是最不需要替补的，通常只有门将受伤或是不重要的比赛才会让第2门将出场，那第3门将还有其他青训门将就更别提了。当时的马丁内斯不过是阿森纳众多青训门将的其中一人，是个完全不起眼的存在。因为签证的问题，他每3个月就要往返一次阿根廷和英国。好不容易搞定签证，却被租借到英格兰第4级别联赛英乙的牛津联，并在那里迎来了职业生涯首秀。租借结束，回到阿森纳后，他的机会来了。什琴斯尼和法比安斯基这2个波兰门将都受伤了，马丁内斯终于得到了出场的机会。难道逆袭的故事就此开始吗？然而并没有。第一场比赛是联赛杯，面对英乙的考文垂，阿森纳6比1轻松取胜。但是第2场比赛面对英超保级球队雷丁，开场后不久，马丁内斯身后的球门就不断被攻破。比赛第37分钟，比分已经到了4比0，甚至有一球还是被他自己打进球门。这场疯狂的比赛，阿森纳最后狂进7球，以7比5逆转对手，赢下比赛。但是被一支保级球队打进5球，这对先发的马丁内斯来说简直就是噩梦。于是他再一次被外租磨练，但是没想到这一租就是10年。从2013年开始，马丁内斯展开了漫长的外租生涯。他先后被租借到英冠的谢周三、罗瑟汉姆、狼队还有雷丁队，也一度外租到西甲，加入赫塔菲俱乐部。马丁内斯说，这样的日子磨练了他的心智，让他的意志变得更坚定，在把守球门的时候更难被击倒。虽然有过不少亮眼的表现，2017年在上海举行的一场友谊赛中，马丁内斯在点球大战中2次扑出对方点球，帮助阿森纳反败为胜，击败了拜仁慕尼黑。尽管如此，阿森纳主力门将的位置却始终不是他的。什琴斯尼之后是捷克名将切赫，之后又是德国的莱诺。不知不觉，马丁内斯在阿森纳度过了10年，却只在英超踢了6场比赛，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板凳上，很多的时候甚至根本不在大名单内。虽然他跟随球队拿下了几个奖杯，但是却完全没有上场，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吉祥物一样，完全没有参与感。
球队10年的时间经过了多次换血，他已经是阿森纳里面效力最久的球员。但有一次走进官方球迷商店，他却意外地发现根本没卖他的球衣，就连外租到西甲的时候，他也同样都是替补，这也让他一度有了放弃的想法。但是每当这个时候，他都告诉自己，我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阿根廷。离开阿根廷的时候，他是青年队主力门将，但这之后的10年，他一场国家队正式比赛都没踢过，唯一的记录是在友谊赛担任替补。2018年世界杯，阿根廷惜败法国，当时的马丁内斯坐在观众席上，告诉哥哥说：“下次交给我。”这在当时听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是马丁内斯做到了。他在自家的后院买了球门和射门机，每天不停加练扑救的技术。妻子不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努力，但是马丁内斯知道，他一定有成功的那一天。终于在2020年6月，阿森纳主力门将雷诺受伤，马丁内斯终于得到了出场的机会。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，经过了10年的准备和磨练，这一次的机会他把握住了。为阿森纳出赛的9场比赛，他赢下5场，其中有3场零封对手，还在足总杯中击败了曼城和切尔西，会师决赛。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大场面，马丁内斯5分钟就被攻破球门，但是他稳住心态，镇守在门前，一次次挡下对手的进攻，最后帮助阿森纳以2-1击败对手，拿下了足总杯冠军。而当队友高兴地庆祝时，马丁内斯却默默地走到温布利球场草地一侧坐下，用手机视频连线家人，流着泪说：“他做到了，他终于是一个独当一面的门将了。”拿下足总杯的阿森纳，在社区盾杯面对英超冠军利物浦，他2次精彩的封堵住马内的射门，最后在点球大战5-4击败对手。但即便是已经打出状态，但当马丁内斯问到他是不是新赛季的主力门将时，竟然只得到了95%可能这样的回答，让他觉得在这里得不到尊重。于是当阿斯顿维拉找上门时，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邀请，以2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球队。当时的维拉是保级边缘的球队，而花2000万去买一个刚稳定出场不久的门将，看上去是有点不大明智。但是大马丁成功证明了自己。赛季首场比赛面对谢菲联，他就成功扑出点球，展现实力。38场比赛15次零封对手，追平了球队的历史纪录。而一切就是这么刚好。受到疫情影响，阿根廷门将阿尔马尼确诊无法出赛，于是28岁的马丁内斯第一次被征召进入国家队，并且马上就参加了美洲杯。要说到美洲杯，那可是梅西心中最大的梦魇，3次决赛，3次亚军，始终无法夺冠。而初来乍到的大马丁马上就感受到了梅西的魅力，因为大马丁在很小的时候就前往英国，这么多年都没打出表现，所以阿根廷的球迷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但梅西这一位全民偶像竟然熟知他的过往，并告诉他值得这一切。这也让马丁内斯下定了决心，就算是付出他的生命，都要为阿根廷和梅西赢下奖杯。半决赛面对哥伦比亚，那是马丁内斯闪耀世界的时刻。两队1-1打平，进入点球大战。第一球他虽然猜对方向，但是没有扑中。不过马丁内斯没有被影响，反而变得更自信，开始喷垃圾话，喋喋不休地告诉对手：“看着我，我知道你要往哪踢。”同时身体不断移动，用假动作干扰对手。每一次成功的补救，他都大声庆祝，释放压力。马丁内斯表示，这么做不是为了挑衅对手，而是宣泄他这么多年心中的怒火。而这样的心理战果然有了效果。第2球、第3球，还有决胜的最后1球，5颗点球，他扑下3个，阿根廷以3-2击败对手，进军决赛。马丁内斯一夜成名，社交媒体上粉丝从几千人涨至100万人，但他告诉自己不能被影响，冠军还没拿到，任务还没完成。于是在面对巴西的美洲杯决赛，他再一次化作球队最坚固的后盾，挡下对手进攻，直到最后一刻，阿根廷1-0赢下比赛，终于赢下了美洲杯冠军。成功夺冠的大马丁个人荣膺赛事金手套奖，并入选赛事最佳阵容。而他对着自己的金手套奖杯还有美洲杯的奖杯做出了招牌动作。苦尽甘来，如今他一战成名，也就此坐稳了阿根廷国门的位置，准备要征战2022年的世界杯。之后的故事堪称足球史上最精彩的奇幻之旅。阿根廷小组赛第1场就输掉比赛，让志在夺冠的他们瞬间遭受打击。但是他们很快振作起来，马丁内斯面对墨西哥飞身扑救，挡下一记角度刁钻的任意球，最后零封小组其余2个对手，晋级16强。面对澳大利亚的最后1分钟，阿根廷差点就被绝平，但是马丁内斯倒地扑救，挡住了对手最后的希望。
八强赛面对人高马大的荷兰队，阿根廷被追平，进入点球大战，压力又来到了马丁内斯身上。但是为了这一刻，他早已准备多时。荷兰队长范戴克是英超的老对手，他喜欢往左边大力射门。这一球，大马丁扑对方向，稳稳挡出射门。下一球的博古伊斯是个左撇子，如果第一球被挡下，他一定会往反方向去攻击。结果这一球又被大马丁扑出。大马丁帮助阿根廷建立优势，最后淘汰对手，进入4强。获胜的马丁内斯整个人趴在草地上不断流泪。这时候又是梅西跑过来，告诉他：“你又做到了。”距离梦想真的只有一步之遥，他们跨越了克罗地亚，与法国会师决赛。这是一场堪称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、最经典的决赛，其中最紧张的时刻就是比分3-3时，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，法国出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，这一球如果打进，比赛就基本宣告结束。在对手和球门之间，马丁内斯就是最后的防线，他冷静判断，全身舒展打开，挡出了这一脚射门。没有这一个世纪扑救，足球的历史可能就是改写。但是马丁内斯守住了球门，比赛又进入到点球大战，能不能夺得冠军，全看他的表现。姆巴佩的第一球，大马丁扑到，但还是被打进，这是他这场比赛第3次败给姆巴佩。但是马丁内斯稳住心态，开始打心理战，故意跟裁判抗议干扰对手，故意把球丢远，对手的脸上装着不在乎，但是早就被他看穿。来自科曼的第2球，他成功扑出，大声地释放心中压力。而下一球的楚阿梅尼因为太过紧张，直接踢偏。马丁内斯兴奋到抖肩庆祝，因为他知道离胜利越来越近了。最后的最后，蒙铁尔的点球打进，阿根廷赢下了比赛，赢下了世界杯冠军。谁能想到4年前坐在观众席，几年前还是默默无名的马丁内斯，竟然成为了阿根廷夺冠的大功臣，拿下了世界杯金手套奖，实现了梅西，实现了阿根廷几代人的梦想。他们带着奖杯回到阿根廷，接受来自全国人民的欢呼声。马丁内斯唱着国歌，脸上早已热泪盈眶。我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阿根廷，我没有一事无成地回到阿根廷。重返故乡，男孩已经长大成人，那个因为卡通人物被叫做迪布的少年，已经成为了国家英雄。世界杯上的马丁内斯受到了很多关注，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议。他拿下金手套时做了一个不雅的庆祝动作，比赛时不断挑衅对手，被认为是不尊重比赛、没有体育精神的表现。而在庆祝夺冠时，他唱歌嘲笑姆巴佩，还拿了一个玩偶来嘲讽。这样的行为都让他被视为是一个没素质的球员，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，他是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唯一去安慰姆巴佩的球员。他拿下亚辛奖和年度最佳门将，第一时间都是感谢爸妈一路的陪伴。只能说他或许疯狂，为了胜利不择手段，但是历经过失败，所以他最懂失落的感受，也对自己得到的一切心怀感激。有些人说他只是运气好，但是回到英超，他的表现同样出色，在门前的反应和下地动作都非常快，经常可以扑出近距离的射门。面对曼城的比赛，他封住了哈兰德单刀，又防下他的头球攻门。面对伯恩茅斯时已经倒地了，还完成2连扑，最后帮助维拉时隔41年重返欧冠。而在24年欧协联对阵里尔的8强比赛中，最后进入点球大战，他又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就是扑点之王，成功扑下2颗点球，帮球队取得胜利。2024年美洲杯8强赛，面对厄瓜多尔，比赛又进入点球大战，而且梅西第一球还没进，但是有大马丁在，他们不用担心。右边一球，左边一球，门柱前激情热舞，精彩的2连扑帮助阿根廷赢下比赛，最后一路打进决赛，并击败对手，卫冕美洲杯。3届大赛4场点球大战，24粒点球对决，对手在他面前只打进12球，他成功扑下9球，另外3球打偏，扑点成功率高达 37.5%。短短3年的时间，他拿下了3座大赛奖杯，为阿根廷出赛50场，只有4场输球，有36次零封对手，也再一次荣膺亚辛奖和年度最佳门将。这么夸张精彩的表现，真的可以称作是阿根廷门神。最后来到现在2025年，马丁内斯帮助阿斯顿维拉杀进欧冠8强，其中在小组赛击败强敌拜仁慕尼黑，他精彩的发挥至关重要。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击败利物浦的大巴黎，虽然首回合在客场以1-3输掉了比赛，但是大马丁也做出了一些世界级的扑救。南美地区的世赛，阿根廷位居榜首，世界积分排名还是第1。明年的世界杯很快又将来到，
大马丁将继续代表阿根廷追求卫冕。回想起马丁内斯10年的板凳生涯，这样的经历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尽管未来的路可能还很漫长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当有一天回到阿根廷，他不用再去担心自己一事无成，因为他已经成功了。